各位派先锋，今天我们用整个二级市场、加密市场的气氛来深度分析一下年前派在二级市场还有没有突破。过去的牛市大家动不动就喊 All into the moon， 现在却是一片冷清。我们再看 Pi Network 的二级市场走势，目前价格徘徊在 0.2 美金上下，浮动区间极窄，走势一直跟着比特币浮动。有人说这是沉寂前的平静，也有人觉得这是彻底的冷场，有时候涨一点，有时候跌一点，但整体都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按在那儿，不上不下。这时候不少人问我，派币在二级市场是不是凉凉了？其实这个问题不该单独看派，而该放到整个加密市场的大框架下去理解。因为你去看看现在的 crypto 世界，几乎所有人都在经历同样的痛。BTC、ETH、SOL 这些主流币统统回到了2024年年底的价格区间，连前50大山寨币都跌破了 FTX 崩盘后的底部。这不是某个项目的问题，而是整个市场周期进入了信仰真空期。要理解派的价格，就得先明白，我们身处的加密市场已经不是2017年，也不是2021年，它正在被彻底重构。过去4年间，整个行业形成了一个畸形的发行机制，低流通量加高 FDV， 完全稀释估值。看似估值高的吓人，实际上流通的代币却只有 1% 到 5%。 这种模式在牛市时还能玩得转，因为市场里有足够的接盘侠。但一旦流动性枯竭，解锁周期到来，整个生态就会被自己掏空。于是我们看到，无论是 AI 赛道、Layer 2、DeFi 还是各种 GameFi 项目，全都在抛压。那 Pi 呢？其实 Pi Network 上线二级市场以来，也经历着同样的考验。价格在 0.2 美金附近徘徊，不是项目没有潜力，而是大环境根本不给价值发现的空间。毕竟当所有人都在忙着止损时，又有谁会去认真研究一个还在建设中的网络？这轮周期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焦虑感蔓延，许多 CT、Crypto Twitter 上的老玩家都开始进入孤注一掷的状态。他们经历了18个月的高点回落，看着自己账户从盈利到归零，情绪崩溃，理智麻木，这是典型的周期晚期表现。所谓4年周期论，其实讲的是从减半、牛市、见顶到回调，整个市场在4年里经历情绪与资本的循环。而我们现在正处在情绪最低谷的阶段，此时传统的价值逻辑已经被抛弃，市场上剩下的是赌徒心态。交易员疲于应付波动， Mimicoin 玩家护卷，创始人抱怨用户不使用协议，散户失去耐心，风投则怀念2021年那种轻松获利的日子。市场的表象是价格下跌，但本质是信心枯竭。Pi Network 在风暴中的定位，在这种周期寒冬中， Pi Network 显得格外特殊。你会发现，其他项目靠的是币价热度在撑场面，而 Pi 靠的是社区与生态在生长。虽然价格看似停滞，但它的内部结构却在稳步前行，主网迁移陆续进行，钱包与支付系统更新频繁， App Studio 和生态应用正在试运行，全球节点数量稳步上升。这些事情也许短期不会反映在价格上，但他们在构建的是一个长期信任网络。我们回头看看过去那些一夜暴富的项目，大多数都在1年之内烟消云散，因为他们没有耐心，也没有根。Pi 反而是少数在牛市中依然坚持长期建设的项目之一。它不是一场短跑，而是一场耐力赛。加密市场的结构性崩坏，但要承认的是，如今整个市场确实病了。我们正处在一个代币经济模型全面失效的阶段。现在的新项目有几个共同特征：一、代币数量泛滥；二、技术堆砌，实际用途不足；三、没有产品市场契合 PMF；四、代币解锁及抛售；五、空头套利者取代了真实用户。这些问题叠加起来，结果是
整个市场的信任基础被摧毁。每周都有3到5个所谓高 FDV 优质项目上线，每一个都讲着去中心化新叙事 AI 加区块链新革命，但现实是上线3天暴跌90%，5天归零，这让新资金不敢进场，老用户不愿接盘，结果市场形成了一个死循环，越没人买，项目方越发慌乱，越急着出货。Pi 的横盘其实反而体现了某种稳健信号，因为它没有依赖 VC， 也没有空头套利潮，它更像是一个社区驱动实验，在混乱的加密世界中坚守原点。交易员的溃败与市场的赤裸，经历过黑色星期五的人都知道，那次事件让整个交易圈元气大伤。据数据统计，约有1半的活跃交易者被迫清仓或爆仓，很多人至今没回市场。这次不同于以往的市场，过去的市场亏的是币，而这次连交易所都在抽走流动性，这意味着市场的血液正在被抽干，散户、机构、职业交易员全都更穷了。于是你能看到一种极端情绪开始蔓延，有人开始怀疑去中心化的未来，有人彻底退出市场，也有人赌上最后的本金。整个 crypto 变得冷酷又疲惫，但历史告诉我们，每一次绝望的尽头往往就是新周期的起点。TradFi 进场后的新博弈。2025年的另一个明显趋势是传统金融 TradFi 全面进入 Web3， ETF 获批，银行参与托管，对冲基金建立链上产品。但别误会，他们不会买山寨币，他们更关心的是流动性和风险对冲，而不是社区信仰。他们的入场确实带来了合规和稳定，但也带来了更严格的筛选机制。那些没有实际应用、没有清晰商业逻辑的代币将被彻底边缘化。换句话说，市场的投机红利在消失，而应用红利正在到来。这对 Pi Network 反而是利好，因为 Pi 一直主打真实使用场景、支付、应用、社交、商业整合，这恰好符合新一代 Web3 生态的方向。当泡沫破碎之后，留下的反而是 Pi 这种脚踏实地的项目。供需失衡，海量代币与有限资金。当前市场最大的问题是供给远大于需求，每周都有新的代币项目上线， FDV 一个比一个离谱，有的上来就是20亿估值，但流通量只有 2%， 市场的资金却没有同步增长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所有代币都在争夺同一份流动性。这场博弈的结果就是红海竞争。无论你是 AI 链、Rest-taking 项目还是 Layer 2方案，如果没有独特的应用或真实用户，最终都会被市场淘汰。Pi Network 的幸运在于，它的用户是真实存在的，数千万真实注册、实名、挖矿的用户构成了天然的需求池。这种用户共识不靠币价，而靠参与感，积累护城河，下一个时代的门票。很多人问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还值得坚持吗？我的答案是值得，但要换方式。当行情冷却，最该做的不是去抄底，而是去积累特定知识。所谓特定知识，就是你独有、无法被替代的竞争力。比如交易分析、内容创作、投研能力、项目洞察、人脉连接。你会发现Pi 社区里有很多人已经开始转变思路，有人做Pi相关的内容频道，有人研究生态应用，有人帮助开发团队建设 DApp， 有人做支付推广。他们在为未来积累位置，而不是盯着短期价格。在加密世界，你能贡献什么，就决定了你能留下多久。这才是真正的护城河。回到 Pi， 信仰不是价格，而是方向。回头再看 Pi 的 0.2 美金，它既不是失败，也不是终点，它只是一个被市场情绪暂时压制的价格锚点。我们更该关注的是主网何时全面开放，生态能否落地，用户是否愿意使用 Pi 支付，这些才是真正的价值来源。Pi 从来就不是一个投机币，它
它是一个社会实验，一个由普通人共同构建、共同治理的开放网络。当所有项目都在炒作 AI、炒作叙事时，Pi 依然坚持让区块链走进日常生活这条路，这就足以说明它的方向没错。穿越周期，重建信心。我们正在经历的不只是市场调整，更是一场信仰的重塑。那些靠炒作起家的项目会被淘汰，而那些真正具备长期建设能力的网络正在默默崛起。Pi Network 走得慢，但走得稳。它不靠短期爆发，而靠时间积累。当市场重构完成，当流动性回流，当信心恢复， Pi 的价值自然会被重新发现。所以，如果你问现在该做什么，答案很简单：保持清醒，积累认知，拥抱建设。因为每一轮加密周期结束后，都会留下两类人，一种是被割走的，另一种是在寒冬中播种的人。你希望成为哪一种？当市场归来，信仰才开始重建。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怕沉默。Pi 的慢不是拖延，而是在为未来铺路。